谭松韵真的撑不起大女主吗？一次厦门路透引发的争议，或许暴露了观众最大的误解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最近，一组谭松韵在厦门拍戏的路透照再次引发热议。照片中的她身穿蓝色衬衫搭配黑色长裤，扎着简单低马尾，妆容清淡，状态自然。原本只是一组再普通不过的拍摄现场照片，却因为网友的一句评价迅速冲上讨论区。谭松韵演技没问题，但个子太矮，像个小孩，撑不起大女主。双引号，短短一句话，迅速引发两极分化。有人表示赞同，也有人强烈反对。而在我看来，这场争论的背后，其实远远不只是关于身高的问题，而是关于演员与角色适配度、市场审美变化以及观众认知偏见的一次集中碰撞。客观来说，网友的评价并非完全没有依据。谭松韵最大的特点就是她那张极具辨识度的娃娃脸。从早年的《甄嬛传》到后来的《最好的我们》，以家人之名锦心似玉，观众对于她的印象几乎始终停留在少女感3个字上。这种优势曾经帮助她快速出圈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她也逐渐变成一种限制。事实上，娱乐圈里拥有少女感的演员并不少，但能够在30多岁以后依然保持这种状态的人并不多见。谭松韵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。36岁的年龄，却仍然拥有20多岁的视觉效果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天赋。可对于演员而言，却未必完全是好事。因为演员最重要的能力之一，就是让观众相信角色。而当观众已经习惯把你和可爱、灵动、青春等标签绑定在一起时，再去饰演检察官、企业高管、商业精英等需要强大气场支撑的人物，就容易产生违和感。这种违和感并不是来自演技，而是来自观众长期形成的固有认知。身高真的是谭松韵最大的短板吗？关于这一点，我其实并不完全认同。因为如果单纯从身高来看，娱乐圈并不缺少小个子成功案例。周迅身高不算突出，赵丽颖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高挑型演员，甚至很多国际影后都不属于大高个，但她们依然能够塑造出极具气场的人物。所以问题的关键从来都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整体气质。很多网友看到路透照后表示，谭松韵一拍全身镜头就暴露缺点。双引号，身材比例太吃亏。双引号，穿正装没有压迫感。双引号，这些评价其实反映的是镜头语言的问题。影视作品和现实生活完全不同。现实中的一个人是否有气场，可能取决于谈吐、眼神和行为方式，但在镜头里，导演、摄影师和服装造型团队往往需要通过视觉效果迅速传递人物身份。高跟鞋、垫肩西装、长风衣、镜头角度、光影设计，这些都会影响观众感知。而谭松韵本身属于骨架偏小的类型，因此当角色设定需要绝对权威感的时候，她确实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无法驾驭，只能说明难度更高。过去几年，大女主成为影视市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。从古装到现代剧，从商战到职场，观众似乎越来越喜欢看到女性角色掌控命运、独当一面的故事。于是，一个新的审美标准逐渐形成：高挑身材、强大气场、凌厉眼神、走路带风。很多人甚至默认，只有这样的形象才配叫大女主。但问题来了，现实中的成功女性真的都常这样吗？显然不是。很多优秀女性并没有2.8米的气场，她们可能温柔，可能内敛，甚至看起来毫无攻击性。
但依然拥有强大的内核。而谭松韵恰恰属于这种类型，她的优势从来不是锋芒毕露，而是润物细无声。她饰演的人物往往不会第一眼震撼观众，却能在剧情推进过程中慢慢让人产生共鸣。这种表演方式也是一种力量，只是它不够张扬。业内专家怎么看待外形限制戏路？事实上，关于演员外形与角色关系的问题，业内早已有大量讨论。不少表演指导认为，演员的外形决定机会，但最终决定高度的是表演能力。影视选角本质上就是寻找适配度，没有任何演员可以驾驭所有角色。章子怡无法演所有角色，周迅无法演所有角色，孙俪同样如此。那么谭松韵当然也不例外。如果硬要让她出演霸道女总裁，可能效果一般，但如果让她塑造成长型人物、情感型人物或者具有生活质感的女性角色，她往往能够发挥惊人的感染力。因此，与其说外形限制戏路，不如说外形决定赛道。真正聪明的演员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，而谭松韵这些年的发展路径，其实正是在做这件事。这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。娱乐圈从来不缺流量，缺的是长期口碑。这些年关于谭松韵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几乎没有负面新闻。她不炒 CP， 不制造话题，不靠绯闻营销，更不会频繁出现在热搜上刷存在感。很多时候，观众甚至会忘记她，但只要新剧播出，她又会重新回到大众视野。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罕见，因为这意味着观众喜欢的并不是她的人设，而是她塑造的角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才是演员最珍贵的价值。随着厦门路透曝光，评论区也迅速分成两派。支持派认为她确实太矮了，双引号，少女角色适合她，双引号，职场精英不太有说服力，双引号，穿西装像偷穿大人衣服，双引号。而反对派则表示，演技比身高重要，双引号。观众是不是对女演员太苛刻了？双引号。难道个子矮就不能成功吗？双引号。现实中的检察官也不是人人1.75米，双引号。还有一些比较理性的网友指出，问题不是身高，双引号，而是角色和演员是否匹配，双引号。选角成功比强行突破更重要，双引号。事实上，这种争议本身就说明谭松韵依然拥有很高的话题度。如果一个演员已经没人讨论，那才是真正危险的信号。我对这场争议的看法，坦白说，我理解那些认为谭松韵撑不起某些角色的观众，因为镜头呈现确实会放大她身材上的短板。但我同样认为，把一个演员的发展空间完全归结于身高和外形，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判断。影视行业发展到今天，观众越来越成熟，角色塑造也越来越多元。真正打动人的，往往不是身高，不是颜值，甚至不是所谓的大女主气场，而是角色身上的真实感。谭松韵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真实，她让观众相信角色存在，让观众愿意带入情感。这种能力并不是每个演员都拥有，所以我更愿意把她看作另一种类型的大女主，不是靠压迫感征服观众，而是靠共情力赢得观众。这样的演员或许不够耀眼，却往往能够走得更远。结语：厦门的一组路透照，让关于谭松韵的争议再次浮出水面。有人认为她身高限制发展，有人认为她演技足以弥补一切。但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我们到底在期待怎样的大女主？
是必须身高出众、气场全开的女王型角色，还是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真实与力量的普通女性？对于谭松韵来说，她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大女主模板，但她已经成为了娱乐圈最独特、最不可替代的那类演员，而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成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谭松韵最大的优势是演技还是观众缘？身高和外形会不会限制演员的发展？谭松韵还能成功转型职场精英、大女主路线吗？如果让你选择，你最喜欢谭松韵演过的哪个角色？你赞同娃娃脸限制戏路这种说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娱乐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频道，开启通知铃铛，并把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